中俄元首下午举行视频会晤，成为全球焦点。那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吗？好的，主持人。那么这呢是联中岁尾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一次大国元首互动，是大国外交的一个焦点议程，也是呢中俄两位元首继年初在北京、年中在中亚的萨马尔罕两次线下会晤之后，那么岁末再以视频连线的方式来深入沟通。昨天俄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在莫斯科记者会上提前预告了这一次视频会见，强调呢两位元首将会本着真正的战略合作的精神来讨论所有双边以及地区的紧迫议程。那我们结合今天两国权威媒体的会晤报道来看，佩斯科夫的这一预期已经实现了。那么两位元首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对中俄关系再次做出强有力的引领，同时呢也就一系列地区以及全球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高质量的战略沟通。那么就双边关系，中国元首高度评价赞扬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加成熟坚韧，两国合作的内生动力和特殊价值在进一步显现。那么今年的能源合作成为压舱石，是中俄双边贸易的极大的亮点。中国元首也在会晤中谈到因时因势优化防控措施，强调中国正在把工作重点放到保健康、防重症上来。那么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近期首次公开谈及疫情话题，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回应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也因此，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视频会晤中的这一表态，成为外部世界最期待也是最乐见的权威宣示。中方愿意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有序恢复正常往来。明年复常的中国与世界都是值得期待的。那么这也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所特别强调的，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中国元首此前曾经深刻阐释三变，也就是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与世界之变。今天他在通话中再度做出全球态势的重要判断。当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把握变局，引领变局。中国元首给出的战略抉择是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分裂对立集团对抗，那么围堵打压不得人心，制裁干涉注定失败。中国愿意同俄方以及全世界所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进步力量一道，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坚定捍卫两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中俄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那释放了哪些重要信息呢？乌克兰危机铁定会成为跨年冲突，但是呢，能不能在2023年实现止战，谁都不知道答案。那么这也成为全世界站在新年边上的一个最大的悬念。无论对交战双方，亦或是外部世界，危机每多延续一天，冲突的代价与成本都将会越发的变得不能承受之高。今天中国元首就特别指出，中方注意到俄方表示从未拒绝以外交谈判方式解决冲突，对此表示赞赏。这些年，中国元首无疑是和普京会见最频密、沟通最深入、互动最高质的大国领导人。所以来自中国元首的特别赞赏，相信普京在会见中是会高度重视，是会入脑入心的。在乌克兰危机上的这个立场，中方的态度呢是一如既往、一以贯之。中国元首也多次强调指出，中方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与政策，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劝和促谈。来自中国元首的特别赞赏，无疑是中方积极劝和促谈的再一次的建设性的努力。中国元首今天在和普京沟通时，他的表述非常诚恳，是真正以止戈为武的精心与细致来做劝和工作。和谈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只要不放弃努力，和平前景就始终存在。中方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为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所以要破解2023年的最大的悬念，要为危机解决找到政治解决之道，那么关键就在中国式的劝和促谈能不能被更多的国家跟进，国际合力能不能真正形成。这呢，也是我个人对于新年的最大的一个期待。
好，谢谢管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蔡英文宣布台军义务役延长到1年，台媒进一步披露称，这些义务兵未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包括保卫台积电厂区在内的重要设施。对此，岛内舆论称就是拿义务役当炮灰，也有网友讽刺到，台积电已经被民进党搬到了美国，还守什么呢？30号当天，蔡英文前往澎湖视导台军部队，重申所谓唯有备战才能避战，能战才能止战。他还表示，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绝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要通过强化部队训练内容、扩充训练能量、提高薪资等做法来提升台军整体战力及防卫能量。蔡英文于27号正式宣布，自2024年起，岛内义务兵服役期限将从4个月延长为1年。根据台当局提出的所谓强化岛内防务兵力结构调整方案，志愿役负责主战任务，而义务役则承担守备任务。所有的征兵制度都在告诉你一件他不愿意讲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很危险，这些就不用装，好好的告诉老百姓，我们准备要打仗，千万不要让所有的年轻人跟父母亲以为我找你来只是呢要所谓备战，这是为了要才能够避战，不是这样。我觉得民进党在这种事情上面，你们真是超级不要脸，没有人敢去面对自己昧着良心做的事情吗？日前，台媒进一步披露称，台陆军明年年底将先在北部成立2个守备旅，中部和南部各1个，每个守备旅兵力约4000人。而随着征兵人数增加，军方会陆续再成立8个守备旅，合计为12个守备旅，约需兵力4.8万人。而守备旅的兵力主力即来自1年1期的义务役役龄男青年。台军方官员称，较脆弱的电力等基础设施或台积电厂房等都是守备旅的重要防护任务。报道还称，为保护台积电，台军汉光演习的计算机兵推与实兵演练，已多次进行关键基础设施防护演练。台陆军也开始演练重要基础设施防护、反突袭等科目。岛内舆论质疑，让这些义务役充当守备部队去守卫台积电，纯粹就是当炮灰。炮灰了，是配合这个主战兵力当作配合部队了，所以是打实战的。对不起，这个是第一线。所以你说你服了1年兵役，打了800发子弹，就要上去了，你就要到前线去作战，然后包括保护这个神山等等，你真的做得到吗？这么多时间，如果你今天要我们去保卫神山，可以保卫完以后，我们可以进神山工作吗？我如果今天能够进台积电当这个保全，我也愿意，我只要拿到股票就好嘛。此外，岛内媒体报道还提及，今年10月时，曾有外媒声称大陆若武力攻台将重创台积电。美国政府已在规划台积电的紧急应变计划，其中一个说法是，美国将会撤离台湾的工程师，在其他地方复制台积电；另一说法是，台湾若被占领，美国将采取焦土战略，摧毁台积电所有设施，阻止北京获得先进芯片技术。我告诉你，会炸台积电是谁？是美军。所以呢，你如果去守台积电的时候呢，你要看着美国人有那种奇奇怪怪的白人到你旁边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他是要来炸台积电的，或者派你去守台积电，跟叫你去送死呢，帮我陪葬的是一样的意思，就是炮灰的意思，没有其他第二个意思，就是炮灰的意思。所以，与其要当义务役，那你不如去当志愿役，你钱还多一点，而且我告诉你，比较安全。也有岛内网友讽刺道，台积电已经被民进党搬到了美国，还守什么？本月6号，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工厂举行首批设备进场仪式。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近期已证实，将在凤凰城的另一端再建一厂，用于生产最为先进的3纳米制程，预计将在2026年到位。这使得台积电赴美投资总额从120亿增加至400亿美元。对于台积电将更先进制程和技术人才搬迁到美国，岛内舆论哀叹声一片，称所谓护台神山倒了，台积电变成美积电，台湾被掏空了。为了消除岛内疑虑，台积电南部科学园区3纳米工厂29号举行3纳米量产季扩厂典礼，并少有的邀请大批媒体前往拍摄。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承诺将持续深耕台湾，明年2季度研发中心将正式在新竹科学园区揭幕，预计进驻8000名研发人员，2纳米厂会落户岛内工厂。明年第2季，我事先 announce 台积电研发中心也将在新竹科学园区正式开幕。我们目前正在准备的2纳米晶圆厂，会落脚在新竹与台中的科学园区，在美国的第2期工厂建设也同步展开。这是为了加强我们与客户的信任，
也将更增加台积未来成长的动能。有分析认为，从莱猪到台积电再到延长兵役，蔡英文当局上台以来，一味以强硬抗陆姿态获取政治利益，对美国百依百顺，结果就是让台海成为最危险的火药库。不从两岸对话着手，买再多武器，一期再延长，都不能保障两岸和平与台湾安全。岛内亲绿机构台湾民意基金会近日公布最新民调显示，自9合1选举大败以来，蔡英文支持度一跌再跌，目前更是创44个月以来新低，从10月份的51.2%跌到了现在的37.5%。另有超50%的受访者希望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下台。另据台媒报道，蔡英文将于31号上午举行所谓安全高层会议，就台湾总体经济、产业困境和民生经济的因应策略进行研商。民进党当局今年税收超征4500亿新台币，外界关注蔡英文是否会特意选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宣布所谓还税于民的相关政策，以挽救喋喋不休的支持率。